萨曼莎是一位年轻的妻子，原本她与丈夫过着幸福的生活，但由于后来遭到丈夫和朋友的背叛，萨曼莎不仅失去了现有一切，还因为难以接受打击，性格发生了巨大变化。自此之后，萨曼莎陷入了危险的生活方式，经常与各种异性来往。然而，这种混乱的生活最终引发了严重后果。不到2年时间，萨曼莎就被发现死在了家里。起初，警方以为本案应该很容易解决，因为动机非常明显，凶手也似乎就在眼前。但真相究竟如何？凶手到底是丈夫还是情人？接下来，让我们深入了解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雄。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威奇托福尔斯。该市位于德克萨斯州北部，靠近俄克拉荷马州的边界，人口大约10万，是威奇托县的县治，也是该县最大的城市。主人公萨曼莎于1974年出生在俄克拉荷马州，她成长在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是家中的长女，有2个年龄相差较大的弟弟。由于父母常年忙于工作，萨曼莎很早就承担起了照顾家庭的责任，不仅包揽了所有家务，2个弟弟基本也都是由她照看长大。正因如此，萨曼莎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很少让父母操心，当然婚姻大事也不例外。大约在1994年，时年20岁的萨曼莎嫁给了她的初恋男友约翰。约翰比萨曼莎年长3岁，同样来自俄克拉荷马州。最开始，萨曼莎的父母非常反对2人的婚姻。一方面，约翰早年经历了严重的意外事故，落下了终身残疾，所以他很难再从事常规工作，收入自然也就无法得到保障。另一方面，萨曼莎在约翰面前表现得比较卑微，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体现，还为了讨好约翰，特意在胸口纹上了象征他们爱情的纹身。对此，萨曼莎的父母非常不满，认为这种单方面的付出很难在婚姻中获得幸福，担心这段感情可能不会持续太久。然而即便如此，萨曼莎也没有听取父母的建议，执意嫁给了约翰。2人婚后定居到了距离家乡不远的威奇托福尔斯。由于早有心理准备，萨曼莎在结婚后主动承担起了赚钱养家的责任，而约翰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静养，偶尔也会从事一些电器维修的工作。因此2人的生活并不富裕，结婚的7年里从未生育子女。一开始这种简单的2人生活过得还算比较和谐，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选择，萨曼莎平时对约翰非常迁就，从而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问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约翰逐渐变得有恃无恐，尤其在2001年发生了出轨行为，最终导致2人的婚姻走到了尽头。起因是这一年，萨曼莎好心收留了刚刚离婚的朋友克里斯蒂。原本这并不会影响已有的生活，但由于萨曼莎整日忙着工作，无意间给约翰和克里斯蒂创造了很多单独相处的机会。久而久之，约翰和克里斯蒂产生了情感，发生了不正当关系。因为这件事情，萨曼莎陷入了深深的悔恨，甚至为了逃避现实，选择了自我了结。虽然事后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但也因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自此之后，萨曼莎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不再与约翰共同生活，还为了忘掉痛苦，迷恋上了当时刚刚兴起的互联网。接下来的2年里，萨曼莎每天都会与各种网友聊天，有时也会邀请异性网友来家中约会。至于和约翰的婚姻问题，萨曼莎当时并未处理，只是采取了分居的方式，减少彼此之间的来往。然而萨曼莎原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生活方式，但没想到却引发了更严重的问题。分居不到2年后，一场可怕的灾难降临在了萨曼莎身上。2003年1月6日，这一天是周一，也是萨曼莎原本上班的日子。然而不知何故，她却始终没有出现。由于担心萨曼莎可能遇到问题，同事泰瑞和她的丈夫唐尼前往了萨曼莎的住所。结果2人发现了可怕的一幕，只见萨曼莎颈部缠绕着电话线，头部有一处凹陷的钝伤，整个人以侧卧姿势倒在了卧室的床边。见到这一情况，泰瑞和唐尼顾不上害怕，立即检查了萨曼莎的状况。
当发现他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后，两人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大约上午10点，接到通知的警方很快抵达现场。首先引起注意的是萨曼莎脖子上缠绕的电话线，这条线的打结方式相对复杂，属于军队中常用的一种方形结。此外，尸体旁边还有一个作为凶器使用的灭火器和一支逗猫用的激光笔，这2样物品都沾染了血迹，其中灭火器上的血迹最为明显，并且顶部留下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指纹。至于床上的激光笔，虽然看似不太重要，但能反映出萨曼莎遇害前的活动，她可能当时正在床上逗猫，没有察觉到危险。考虑到现场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警方依此推测，凶手可能认识萨曼莎，本案大概率是熟人作案。掌握了现场的情况后，警方首先询问了报警人泰瑞和她的丈夫唐尼。唐尼在接受问话时显得稍微有些拘谨，他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只是简单说明了来到现场的原因。而泰瑞则表现得非常坦诚，不仅详细讲述了与萨曼莎的关系，并且提到了一个重要线索。根据泰瑞所说，萨曼莎与分居的丈夫约翰关系非常紧张，起因是萨曼莎最近准备停掉约翰的医疗保险，这一举动引起了约翰的不满，因为约翰没有能力支付保费，但医疗保险又对他非常重要，所以两人经常为此发生争吵。尤其在案发前几周，约翰还曾上门进行过威胁，声称如果停掉他的医疗保险，就会让萨曼莎付出代价。因此泰瑞认为萨曼莎的遇害可能与约翰有关。掌握了这一线索后，警方立即审问了约翰。约翰承认确实因为保险的事情威胁过萨曼莎，但坚称自己与本案没有关系。为了顺利说服警方，约翰提供了不在场证明，并且透露了一件警方还未掌握的事情，也就是萨曼莎较为混乱的私人生活。根据约翰所说，自从两人分居后，萨曼莎突然性情大变，经常在家与各种异性约会。这些约会对象大部分是萨曼莎的网友，还有一个是现实中的朋友，也就是报警人泰瑞的丈夫唐尼。虽然约翰并不清楚谁更具有作案嫌疑，但认为凶手应该就在其中。约翰的说法让警方非常意外，因为他们刚刚询问过唐尼，确实感觉他的表现有些奇怪。不过即便如此，约翰仍被视为主要的嫌犯。一方面，警方还未确定具体的案发时间，无法核实不在场证明。另一方面，约翰的手背上有一处刚刚形成的伤口，虽然他做出了相应解释，但真实性很难确定。于是警方首先采集了约翰的生物信息，然后再次询问了报警人之一的唐尼。这次问话，唐尼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或许是因为他的妻子泰瑞不在，唐尼很快承认了与萨曼莎的不正当关系。根据唐尼所说，他在大约1年前通过妻子泰瑞认识了萨曼莎，虽然两人已经相识很久，但平时的来往不多，只是偶尔在一起排解寂寞，所以唐尼对萨曼莎的生活并不了解，也对本案的情况一无所知。警方对唐尼的说法有些怀疑，因为他明显不想让妻子知道出轨，所以很有可能会为了保守秘密选择杀人灭口。为了验证唐尼是否与本案有关，警方同样采集了他的生物信息。调查完现实中的熟人后，警方又将目光转移到了线上，也就是先前约翰所说的与萨曼莎有过约会的网友。不过考虑到当时约翰尚未洗脱嫌疑，可能会故意误导调查方向，所以在此之前，警方首先找到了萨曼莎的朋友了解情况。结果没想到他们很快有了新的发现。根据朋友丽莎所说，萨曼莎确实经常沉迷于网络聊天，并且在事发前一晚邀请了一名叫克里斯的男网友到家里约会。虽然丽莎不认识克里斯，也不知道他的姓氏，但之前曾多次听萨曼莎提起过这个名字，所以认为两人可能正在网恋。按照丽莎判断，那晚萨曼莎和克里斯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因为萨曼莎非常重视，提前找丽莎借了克里斯最爱的光碟。正因如此，丽莎才得知了两人约会的事情。丽莎的说法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尽管这次约会属于两厢情愿，但毕竟与陌生人见面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并且克里斯也是已知最后一个见过萨曼莎的人，所以不论从哪个方面，克里斯都有很大的作案嫌疑。于是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工作。首先，他们整理了萨曼莎数以百计的网络好友，然后又按照时间顺序检索了包含克里斯名字的聊天记录。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警方锁定了一位网名叫死亡金属的可疑男子。根据聊天记录显示，该男子平时经常与萨曼莎探讨一些比较另类的私密话题，并且萨曼莎近期也与他有过约会。然而即便如此，警方也没能确定该男子的身份。一方面，他没有在聊天中透露自己的姓氏，只是自称名叫克里斯，来自加州的某个城市。另一方面，两人使用的是匿名聊天软件，警方也无法查询该男子的账号注册信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网络调查只能暂时放弃。随后他们又开展了繁重的走访工作。大约过了1周后，警方终于找到了相关线索。一位目击者表示，他曾在萨曼莎家门口看到过一辆悬挂加州牌照的汽车，时间就在案发前5天。不仅如此，这位目击者还记录了汽车的车牌。通过查询车牌的注册信息，警方很快锁定了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斯洛拉的可疑男子。虽然单从名字来看，克里斯托弗与警方要找的克里斯似乎不是同一个人，但在英文中，克里斯托弗被简称为克里斯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主要取决于名字主人的个人喜好。所以警方认为克里斯托弗就是他们要找的克里斯，也就是那位网名叫做死亡金属的男网友。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有了更重要的发现，原来克里斯托弗还是一名正在服役的军人，这让警方加深了对他的怀疑。因为前面说过，窒息萨曼莎的电话线打劫方式不太常见，属于军队常用的打劫方式。于是警方立即前往加州审问了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承认确实去过萨曼莎的住所，并表示自己就是那名叫死亡金属的网友。但即便如此，克里斯托弗坚决否认了与本案的关系。据他所说，两人只有过一次约会经历，也就是被目击者看到的那次。但由于约会体验不佳，萨曼莎对克里斯托弗的特殊爱好比较排斥，所以自此之后两人便没再联系，克里斯托弗也没有再去过萨曼莎的住所。警方对克里斯托弗的说法并不相信，因为萨曼莎的朋友丽莎早就说过，事发前一晚萨曼莎曾与网友克里斯有过约会，所以在警方看来，习惯将名字简称为克里斯的克里斯托弗显然没有如实交代。于是他们同样采集了克里斯托弗的生物信息。至此，警方已经调查了已知的所有嫌犯：萨曼莎分居的丈夫约翰、萨曼莎的情人唐尼以及萨曼莎的网友克里斯托弗。接下来警方只需要将3人的生物信息与物证进行比对，凶手的身份应该很快就能得到确认。然而等待了数周后，警方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3名嫌犯的生物信息与凶手完全不符，他们全都洗脱了作案嫌疑。 We were hoping for the match, and it's a little disheartening when you think maybe you've got something, and then it turns out not to be at all. I talked to the DA and the lead detective, but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I was in shock. 尽管这一结果有些不尽人意，但并未影响后续的调查。为了找出问题所在，警方重新梳理了整个办案经过。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之前忽略的线索。原来，当初在开展走访工作时，一位10几岁的少年曾告诉警方，他在萨曼莎家门口看到过一辆黑红相间的摩托车，时间刚好就在事发前一晚。不过由于这名少年没有记下摩托车车牌，加上年龄较小，警方误以为这条线索不太可靠，所以最初并未引起重视。然而实际上，少年提供的线索具有很高的调查价值，因为摩托车出现的时间与克里斯找萨曼莎约会的时间完全一致，所以只要找到摩托车的主人，就能确定克里斯的真实身份。为此，警方再次将重点转移到线上，逐一检查了曾与萨曼莎有过约会，并且讨论过摩托车有关话题的网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警方成功找到了克里斯的网络聊天账号。通过分析两人的聊天内容，
警方判断克里斯可能是一名摄影师或者相关从业人员，因为他经常分享自己拍摄的照片，并且多次提到过当地一家照片冲洗店的名字。根据这一发现，警方前往了照片冲洗店了解情况。然而没想到，他们刚刚到达，很快就在店门口发现了一辆黑红相间的摩托车。经过与店铺工作人员证实，这辆摩托车的主人名叫克里斯·罗素，也就是警方一直寻找的克里斯。当时克里斯正在店内工作，完全没有料到警方的到来。可能正是因为没有做好准备，克里斯表现得非常纠结。一方面他同意了警方的问话要求，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提供自己的生物信息。面对这种情况，警方也不想继续浪费时间，直接申请相关手续，强制采集了克里斯的指纹和 DNA。 对比结果表明，克里斯的生物信息与凶手完全一致。2003年2月20日，警方以谋杀罪逮捕了克里斯。尽管他始终没有承认罪行，但警方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起诉证据。除了指纹和 DNA， 他们还在克里斯的住所找到了一支激光笔和一本关于绳结教学的书籍。更为重要的是，警方还发现了揭露犯罪动机的潜在线索，也就是一张看似不起眼的合照。照片中的这位女士名叫泰拉，她是克里斯已故的妻子，两人之前一直生活在内布拉斯加州。之所以说这张照片是揭露犯罪动机的潜在线索，一方面是因为泰拉与萨曼莎长相有些相似，另一方面两人的死亡原因也出奇的一致。根据资料显示，泰拉的死亡时间发生在萨曼莎遇害的前1个多月，死因虽然被官方定性为心脏衰竭，但根据当时参与抢救的医生表示，泰拉在送到医院时颈部存在绳索窒息的痕迹，并且泰拉的家人也曾向当地警方反映过，两人的关系非常紧张，事发前几周一直在不停争吵。然而由于克里斯非常狡猾，提前火化了泰拉的尸体，并设法逃到了德州，所以内布拉斯加州的警方没有继续追究克里斯的责任，泰拉的死因也就这样被定性为了心脏衰竭。基于这一发现，警方认为萨曼莎在案发那晚可能做了一些让克里斯感到不愉快的事情，导致克里斯突然想起了已故的妻子泰拉。由于克里斯对泰拉怀有极大仇恨，加上泰拉与萨曼莎长相比较相似，所以克里斯的愤怒情绪再次爆发，从而实施了谋杀。至于两人那晚究竟发生了哪些不愉快的事情，目前并没有确凿的结论，但可以确定不是因为两性关系。因为萨曼莎遇害时衣着完整，尸检结果也没有显示有过亲密行为，所以除非克里斯自己坦白，否则真相可能永远无从得知。2006年，案发3年后，本案开庭审理，克里斯·罗素因1级谋杀罪被判处99年监禁，预计2035年将有资格获得假释。 I was relieved, but it doesn't bring her back. A good person is gone, and a bad person's still here. The way I see it. May be locked up, but they're still here. And I don't think they got a right to live. She was everything to me. Everybody keeps saying it gets better. It never gets better. When you bury a child, especially your only daughter, it doesn't get better.